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， 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人和注册会计师。今天让我们来聊一点通俗的话题，换房子。换房子要怎么换省钱，怎么换用钱，怎么换最大利用，继续用钱来生钱。2020年，去年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市场到底会怎么发展。那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房价会跌，这个经济会崩盘，结果他等来等去，不但房价没跌，反而是越炒越火。市场呢是供不应求，好房呢是加价难求。据不完全统计很多地方在2021年的第一个 quarter， 也就是第一个季度，1、2、3月3个月的房价呢就涨了近10%。10%是什么概念呢？假设你今年1月100万买了个房子，做的贷款过户，3月交房的时候，你的房子市值已经去到110万了。那房子增值了，就代表你的房产净值增加了。净值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 asset 个人资产。假设你5年前50万买的房子，付了20%的，也就是10万的首付，那贷款额呢是40万美金，现在房子市值是80万，那你贷款还是40万呢？80减40，剩下的40万就是你的资产净值增加。那5年前你投入的10万，现在体现在房子里已经变成40万了，是不是赚钱了？赚钱了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要介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换房子。首先呢，自住房以小换大。人呢是往高处走，水呢是往低处流，生活当然要越过越好，房子的质量呢也要越来越好。假设刚才那栋50万的房子是讲一对年轻的 couple， 5年前刚刚结婚时买的，买房时资金不够，所以呢只能支付一个2房户型。即使现在房子市值增加了，小两口的家庭人口数很可能也改变了，结婚生子可能生了娃娃，甚至跟我一样生了2胎，那对于房子的需求呢也就更大了，2房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，可能需要3房甚至是4房。这个时候呢就介入到以小换大了，卖了现有的，再把增值的钱拿出来换个更大的。所以为了方便计算，我们假设还外贷款房产净值增值部分的40万都拿出来。小两口呢拿着这40万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呢？自住房的首付按20%来计算，现在他们甚至可以去买到200万的房子。如果不想压力太大，买个150万左右的也是绰绰有余的，是不是？那想买3房、4房选择就非常多了。这就是借着增值做自住房以小换大。另外呢，插个题外话，因为我呢也是会计师，既然客子房子上赚了钱，我也会想着帮客人省钱。国税局呢肯定也会来让你缴税，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找找我的那期自住房省税秘籍的视频，可以用这个25万、50万免税额喽。那过去5年，这对小夫妻居住在这栋房子里，那么他呢就满足使用50万免税额的条件，所以增值部分都可以 exempt 除去掉，那他们呢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换房子，还不用担心这个缴税的问题了，有多好呀？那如果过去5年这栋房子并没有用于自住，而是用于投资，比如说出租，应该怎么办呢？1031同类置换。说到这个话题呢，可能你们也并不陌生，因为我呢之前也出过一期视频专门讲这个。1031呢是专门用于投资房的。假设说刚才的50万增值到80万的房子，小两口没有自住而是出租，那增值后如果什么都不做，增值部分国税局可能会追你缴税哦。那本来小两口能拿出来10万本金加30万增值是40万去投资其他房产，缴税后呢可能就变成30几万了，平白无故的蒸发了15%，小10万。如果使用1031置换方式呢，就可以省下这10万，暂时延期缴税，继续可以把增值钱留在投资市场。小两口呢就可以买一个更大一点的投资房，或者是几个小一点的投资房，让这个钱继续留在这个资本市场里。那这个1031的政策呢，也是政府鼓励房地产投资资本市场的运作，激励投资人投资房产市场。毕竟房子是普通老百姓最大的一个消费品，房市的好坏呢，直接影响到经济。那1031的满足条件呢，我也提过，就是投资类房产同类的置换。出租房换出租房，写字楼换写字楼，可以以小换大，以少换多，就像这个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
这些收益延期缴税，这个算不算政府的福利呢？拜登总统呢，虽然在计划拿掉这个福利，但他呢只是要计划拿掉盈利超出50万的那些1031案例，而且呢目前并未受到批准得以执行。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呢，简单做出租房的1031，多半是不会超出这个额度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的投资房产想进行出售，再转移投资其他房产，不知道该怎么操作，最省时省力省钱的话，可以联系我，我来给你做一个1031置换计划哦，最大的程度利用增值部分来继续用钱滚钱。最后呢，要说的就是这个短期的 flip。短期 flip 呢，就是指持有房产时间很短，短于1年便出售的那些啊。那无论你买的时候是想自住还是投资，比如说自住，可能你定了耳湾新房，然后几个月后交屋发现涨价了，那立即决定不住了，请你的 broker 帮你卖掉，把赚的钱取出。或者呢，你买了一个这个 fixer upper 翻修屋，屋况不好，但是潜力很大啊，买回来装修一下，刷个油漆啊，换个地板啊什么的，立即重新上市，加价卖赚取这个差价，这些呢都属于 flip， 也就是炒房子。那炒房子来说呢，国税局可能觉得你把这个作为你的职业了，比如说翻修啊，可能一般总耗时不超过半年。那对于国税局来说，这个就是你的职业，那在税收上呢，就不会收取你资本利得税，而是收取投资收益税了，就是公司收益税。那和正常的打工赚钱一样的待遇啦，这些分析就不难理解了，对吗？那你一定要一一记录好你的开销，任何小收据都不要放过。最好呢有一个清单，详细列出我卖房子花了多少钱呢，装修花了多少钱呢，保险利息分别是多少，广告费有多少等等，来合理合法的做掉你的收益。而且呢，固定模式做出来以后，之后再做这一类别的就更加好上手了。有不少人呢还真的就把炒房子当做一个职业呢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联系我哦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非常简短的视频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 Mina， 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